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2025年的桃花好事哈，这是今天的3张牌，然后你可以靠直觉去选择。那我会把牌意写在这里哈，然后你可以阅读完之后再决定。好，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如果你要再看久一点的话，记得可以直接按下暂停哈。那我们看完了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这是第1号的牌，好，记得你跟他的感应哈。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牌阵会出哪些牌哈。那我们会翻的牌比较多啦，哦，那原则上应该说我只会讲好事，好事。好，那些比较负能量的呢，对于一整年来说，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事。可是我觉得为了迎接一个崭新的一年，所以我就不太会说哈。来，哦，我们就只看好的那一面哈，所以你会得到非常多的祝福哈，跟好运的一些启发跟启示哈。好，来。这一张，然后我们等下再从这里做分支哈，一张一张把它的能量把它讲出来哈。来，那我们先看这个好了。好，我来一点一点来把可能会出现好的桃花的位置说出来哈。从圣杯3的话，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你要明年一年啦，好，交际跟人的交际，保持很好的关系，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桥。那这一座桥呢，很合理，只要你善加利用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创造更多的桥梁，也就是说，你应该要认识更多的人啦。哦，相较于之前一年来说，它并不是说你之前那一年会更加比较封闭，所以这一年要更多桥。它应该是说，照我们之前爱情的连结来说，通常都会说搭这个桥非常重要。那看来，应该是有蛮多不错的能量已经靠近了，可是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连接。以牌阵这一个位置在说，这是一个非常小的，而且常常会忽略的一点。你会以为你在你原本的人际关系里面去扩张，靠别人去扩张，而不是自己去认识新的人。应该好的能量跟好的恋爱就会从那边自然而然出现。可是这里第1张牌的提示却说，你的主动性去连接更多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捷径。当然，这个是我们平常就要做的，但是这里的提醒是你可以加倍的做哦。记得与人为善，或是尽可能的以付出的角度、帮助的角度去创造这一个人际关系的桥梁会更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这边有一点点在暗示，这座桥不是只是跟人搭上关系啦，它应该，因为它这里有这里，哦，我把它翻出来了。它这一个牌所在的位置附近有一种，它有一个比较高的智慧的能量，是需要你去给予跟付出，才能够把这一个桥的质量跟重点体现出来。因为它本来在这一个位置，只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位置的一个提示，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它是存在，但是它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我才刚说这一个条件，这个捷径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嘛。好，来看一下它这里哈。这2张是直接诠释它的，不是原本这里牌正要的那个牌，那个牌我等一下如果需要会再翻哈。这2张来多加以诠释这个的话，
这边说你要相信，你创造一些新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它在底下会有一种缓缓的、慢慢的力量帮你去连接新的恋情的出现，它不会很轻易的在你可视的视野里发生事情。简单一点讲啦，讲容易讲就是说，如果你去刻意创造一份恋情的发生，或是为了去创造一阵恋情的发生而去创造新的人际关系，表面上你所看得到的事情都不是真正要在你人生发生的事情。这个有点难，他的意思就是说啦，真正对你有影响的都不在你的视野里啦。也就是说，你搭了这个桥，它后面会有一个后坐力，它去连接到了什么人，什么人因为你去认识了谁，然后在远方看到你的这个作为，我刚刚说与人为善跟帮忙这个作为，他对你开始产生兴趣，他的能量跟你的能量产生了一种比较和善跟乐观正念的连接，是要这样子哦。可是你跟他中间是间隔了其他人，好，就说如果 A、B、C， 你会跟 C 做连接，你是 A， 可是中间一定要度过这个，过渡过这一个 B， 那这个 B 会造成你们两个的连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可是，在明年，从这里讲的角度就是说，这个 B 不会只有一位，你要再去多做扩张。多做去认识，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你的人际关系跟人脉圈应该会从一个比较正友善的方式去扩张之外，应该有些人的力量会是比较强的，有些人的能量跟力量是会比较强的。他会把好的恋情，经过他的审核，经过他的挑选，经过他的判断，他会把更好的能量、更重要的能量、更适合的能量就这样带过来。1号牌的这个，虽然现在只有这一个，可是我觉得它出现在一个，我觉得像是一个非常尖锐，也可以像是一道迷雾中的一道光，或是森林里面树木的一道光下来的这个角度来做这个提醒了。好，如果你常看牌，你就会知道，通常我觉得越是不起眼的讯息，它可能讲的实话越精准。所以他在这里有可能看到明年你的缺失、你的缺少，你需要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认识新的人里面，让第3圈、第2圈的人看到你。讲个很简单的，就是你扩张了新的人际关系圈，然后可能出去有拍一些照片，会在别人的版面上出现的时候，那一个会跟你能量连接的人，他会在另外一个位置看到了你。等到未来有机会大家在一起出去或是认识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或是他凑巧的出现在你也会出现的场合之后，他对你就有深刻的印象。好，所以尽可能的把你比较正念善的那一面拿出来，去跟更多新的人缔结新的关系。这里讲的对蛮重要的哈。那这里讲的是其中的潜移默化，是你无法察觉的啦。好，这个潜移默化讲的是说，会有很多对你的好评价、分析跟判断，会在你没有发现的位置，慢慢的为你加分啦。所以明年你的表现，人际关系的表现，尤其是你怎么帮助别人，不是只是几句安慰或什么，说话算话，要去帮忙就要去帮忙。好，但是这里通常我们会有一种起心动念的想要去帮助人的这一件事，有2个事情要注意。第一，要练习自己是真心的看到别人的难处去帮忙。第二，尽量偷偷的帮忙，无论是你捐钱或是帮人，都不要张扬，受到你帮忙的人知道就好了。要用这样的概念，要带着一个比较敦厚谦虚的心去行善去帮忙，你会得到的东西，我觉得是比较有福气的。虽然我们不应该要去渴望会得到什么，但是以这天这样子的工作，虽然他已经把它说破了，你必须要去创造这个桥梁，可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要保持好哦。好，记得要保持好，这个很难拿捏，但是我觉得做久了，做几次了，
次数多了，他会从一种疲劳进入麻木而没有感觉，你就会开始做的自然了，好吗？所以从这里的提醒，我觉得某些福气跟好运，恋爱的好运，可能都会因为在新的朋友人际关系圈里面有一个更好的评价所带来。这一点算是你是可以控制，你是可以主动去做的。记得要尽情去做，但是心里的那一个想要为别人做什么而不求回报的心是需要练习的，这个是蛮难的，这是需要练习的。来，好，明年在你会觉得爱情上好像做了很多都没有很好的收获，可是从这张战车牌，它所在的牌阵的位置，代表的是说你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有很多的新的蜕变，有很多的新的改变。这也跟这张牌呼应的东西一样，就是它不是在你可视的范围里面能察觉到你的改变啦。但是从这个角度，你要相信一点是，你内在的某种不知不觉或是后知后觉的改变，其实在别人的眼里或是嘴里，都已经慢慢的加分上来了。只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堆积的加分之后的好处 bonus 回应会何时出现，你不知道未来明年，因为你表现的你充满了非常多的正念，无所求去帮助别人，你不知道你在别人心里跟眼里有多好的评价，可能要到那一个新恋人出现的时候，你才会从他的嘴里知道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用一种我已经知道哦。所以这一题虽然有一点点别扭的，好像是说我们所有的表现都在别人的评价之中，那因为得到了好的评价而得到一份新的恋情，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别扭，但是你要思维的是，有些事情是你本来就会做，可是你很久没做，或是做的太少了，那你在明年要把它强化出来，这对你的爱情，这边说了，对你的爱情表现跟你自己内在的心理成长都很有帮助，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啊。你不用刻意把它妖魔化，或去把它讲成是说我为了得到爱情，所以我才去做好事。其实对别人好，做好事就是都是一件好事了。记得我刚刚说的，次数多了你会麻木，你会忘记去有所求。因为你内在会有一种满足感，会有一种快乐，会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那个会超越，或是会在你想要得到什么之前就已经先满足你了，你甚至会忘记你有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是为了要求一份爱情，而是等到你越来越好的时候，然后爱情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会察觉到，其实你已经融会贯通了，你已经融入了在一份有爱的世界里，有爱的环境里，去做任何很自然而然的付出。也就同时或是间接的，你这份爱传出去，喜欢你的人，能量跟你契合的人，就会比较容易连接到或是靠近你的时候，立刻能够察觉你就是他们想要的人。好，来，我们再往下看，现在可以归纳出比较多1号牌的范围，就是一份自己主动向外的连接啦。好，来，我们继续看哈，看它还有什么。这组牌的宝剑牌我都会有一点小小警惕哈，因为他希望，风能量，这边有说以现阶段来说，你可能会觉得两个方向，一个是往内，一个是往外。往内的方向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到现在。有人会察觉你的好而喜欢你这样。那另外一个方面在说的是向外的，就是你有一种给人一种好像有条件要爱你，
需要达成某些条件才能爱你的这种，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假象还是什么。可是这边看得出来，选1号牌的朋友，你们有散发出这个那他这样子会有一点点封锁或是缩小了任何想要跟你有感情连结跟恋爱的人的那个范围啦。因为你把机会缩小了，因为条件太多了，即便你好像没有刻意去设什么条件，可是给别人的感觉好像，因为你常常在强化自己很坚持什么东西，常常把事情讲的不是一就是二，讲的很硬。可能这里在提醒的是，以现在来说，这个部分看起来对你是好的，可是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对爱情可能会有所缩限，对爱情的发生的可能性会有所缩限。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这里要给的建议就可能是说，有的时候在爱情来之前，那一个比较松弛、比较开放的心要先展现出来了。因为我们都要有一个比较谦虚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不一定只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样子而已。人的种类、人的品质是千变万化的。我们就以塔罗牌来说，人的品质有可能是以72张牌随机的组成出一个人的能量人格，所以它是你很难以为只有什么样子的人适合你的一个方向。太多人，这边要说的是，太多人都会带来无限的惊喜。人很容易带来很多无限的惊喜啦，所以你要把这一个感觉绽放出来，就是你向往着可能性、各种可能性发生的世界，这样子会让其他想要喜欢你、想要跟你靠近的人知道自己有很多的机会，这是一种；还有一个是，他们可以大方的展现自己在你面前，让你欣赏。他们会相信你能够看出他们的不一样，或是他们那一个特别的好，他们的与众不同。所以这边我得到的那一个小小的讯息，就是不要太缩限，或是太觉得自己将要遇到的爱情，或是面对的爱情，一定要怎样才行。好，新的一年应该要用更宽广的态度，更宽广的自己去尝试，去挑战不一样的人。只要你不讨厌，都可以试看看。因为实话来说，实在有太多的人，他们的优点出现的速度都太慢了。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轻易跟快速的彰显自己的好。不是那么多人都很擅长这一件事情啦。来，我看一下这里。好，这边说，如果你还是对爱情，你坚持一定要什么样子你才要在一起什么的，那你会跟许多人，这边有2个会跟许多人先拉开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即便对方很喜欢你，很想要对你表达什么，可是会把时间拉长，会把他要走靠近你的这个路径变难。我常说，认识一个人有很多节奏嘛，认识朋友、好朋友，试着交往，然后在一起，它有好几个节奏，中间还有更多的层次。我也常说，不要拒绝的那么快，因为人是多面向的，人是超级立体的，你很难立刻在短时间内就能判断未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初期就只有舒不舒服，这个人的个性跟我来讲舒不舒服这些的。当然啦，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一切都觉得不对劲的话，当然是拒绝啦。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有些人没有表现出一些差错，他一切都表现得还不错，可是在你的心里，你觉得好像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些条件或什么，所以你会很想拒绝。可是其实我们要换一个方向讲，会不会其实对方的好只是没有符合我们认为
的好，而不代表他没有做任何对你好的事或想要对你好的事。所以我才说不要拒绝的这么快，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人相处，近距离相处，尤其是这样，它也是一种让我们察觉自己新的面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我需要这样子个性的人，我之前都不知道。原来我会对这一个人做的事情有喜悦的感觉，我以前都不知道。那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人太千变万化了。好，你对一个基本上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有不错的感情，有不错的感觉，而那个人还有主动要对你好，那就表示你们中间有一些特别的连接。所以尽可能的去感受跟挖掘你们适合在一起的点。好，尽量不要用一种很多条列式的、条件式的去排斥，而等待比较接近完美的人出现。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会慢慢往下相处之后，你才会发现说，那份完美你以为的完美，其实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当你开始有比较开阔的心，会发现说，你需要的完美的程度其实没有掉到那么高。有时候你到某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就是觉得说这已经是你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幸运了。有一个人能这样对你好，有一个人能这样喜欢，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幸运了。我不是说你会在爱情里变得很挑剔，而是说以现在这张牌给出来的感觉，比较像是说你是会挑剔，你是有条件的。我没有说这样子是错的，而是在爱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还是要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心，好，去等着每个人或是一个全新的陌生人去展现他的优点，好吗？相对的，相反的，你也会希望在一份相处里面，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展现你讨人喜欢的那一点吧。有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时机，有时候还没有那个场景，没有那个世界，你很难随意的展现出你的好啊。你也希望有人能够珍惜你的好，而先看到你的好吧。同样的，对方也是。好，那这边为何会做这个提醒？是因为只要你把那个好像你一定要怎样的人才在一起的这个感觉跟这个想法先收起来，你会比较容易看到更多不同的人，更多适合你的人出现在你眼前。那我这边要给的一个提醒是这样，而且这一个牌所在的位置比较像是最接近你的一个小建议。好，在来年前，你可能现在把它松开一下。好，来，哦，这张牌忘了这张还没讲的很多。这张我必须说，当你把我刚刚给的这个建议换了一下之后，它在暗示着说，其实它比较能够显化你最后想要的那个爱情的形状。那从这个角度，也在说一件事情是，其实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们现在还算处在一种很难具体去表达你们现在真正想要爱情的样子是什么。你很难具体的去形容说你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想要什么什么这样。也因为你很难具体的形容，所以你现在的设限其实不太精准，所以也就代表你现在所散发出来的那一个跟新恋人或是有可能发生恋情的人的那个距离，有一点点算是弄巧成拙啦。你以为你想得很清楚，可是在这里牌有说，似乎没有那么清楚。那他没有那么清楚的点是在于，你可能有点误解了自己在爱情里面的需要。当你误解的时候，你设定的你想要的爱情的模样，它就会失真，它就会有点误判。所以，与其想不出来这个答案，与其你想不出来你真正想要爱情是什么，那就不如就照这里来说，就用比较开放的心态。每个人我都尽可能的去察觉他们的优点，看看他们的优点在哪里。
喜欢千变万化的世界，喜欢欣赏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会能带来的惊喜。好，新的来年可以尝试这个角度。那这边我突然觉得它连接到这里，这也算是你认识或是开展出新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先从欣赏完全不一样的人，来去看出他们的特色，来去做结交新朋友的一个点。它会让你变得人比较正能量比较强，然后你的人接受这整个世界的千变万化的广度比较宽，大家就会很乐意的去把自己介绍给你，很乐意的在你面前展现自己。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不一样，可是他们会展现出比较真实的自己在你面前，因为他们会知道像你的人比较开阔了，他们会相信你是一个比较开阔的人，所以他们会很乐意展现出最原始的自己给你，因为你会看到，你会注意看，所以照这样子的连接下来，他们就会去推荐，或是带那个可能可以跟你蛮接近或认识的能量啊、个性上比较适合的人来跟你认识。有的时候是一种直觉，他们觉得什么人你可以认识还不错，结果你们说不定就凑在一起了呢。好，来，差一点就翻这个，我先讲。虽然我们今天看这组牌有很大的比例是要走爱情，可是我从这里、它都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或是比较拼图式的，在提醒我要告诉你说，新的来年2025年，你需要做出一些新的样子出来。不是说你2024年这一年做的不好，它这边比较多的是需要再强化一下，差一点，然后好像有那个空间可以改变。就像我这边说的，新的朋友路线，还有你应该可以接受更多可能性的爱情发生，可为何你现在却有所设限？这边有在说这个，然后这边也在说，在来年，你对于自己在爱情的价值，好像会有一个更上一阶的认识。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会更进一阶，发现自己在爱情里面的珍贵是长什么样子。也因为这样子，你会更加的着重去展现爱自己的这份能量，以至于你应该会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别人会看中了你对自己的珍惜，而促成他们想要更加珍惜你的，或是觉得你更珍贵的这一份能量。坦白说，就是在来年啦，很奇妙的，也可能是因为在这里，你会接触更多爱情的可能性，或是你会试着认识一些有可能交往或试着交往的人的这一个过程里面，你认知到了自己在爱情里面的最重要是长什么样子。他可能会在一个旅游，或在一些短暂的相处里，然后在你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个性的时候，凸显出你自己原来在爱情世界里你有一个固定的样子，而那个样子是很珍贵的。它就会突破了你原本先设定好你希望的爱情是长什么样子。没有，它这个比较像是你内在的一种觉醒，自然而然的知道自己在爱情里是什么样子。你也会因为已经知道了，所以就对其他人就没有太多的要求，你反而心里会比较知道说，适合你的人会自己过来领取你，他会很自然的就符合来领取你的条件，然后就靠近你。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在爱情的面向看到的。那从这一张牌，我还能看到别的，就是
来年里，你会更多的认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可是我会刻意把，因为我们的题目在爱情，我把它浓缩在爱情里的位置。其实它是在更广的，你个人的内在心理价值是有一种蛮强的提升到一个新的位置，视野会变宽广。我必须说，这一份视野变宽广，是因为你选了1号牌，你受到了这里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内在提醒。我也必须说，今天没有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可能就没有受到这些暗示，而进入这一个内在能量的更加宽广，更加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在人与人之间的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在爱情里自己的样子应该要坚持成什么样子。他甚至不需要坚持，他应该是你会突然意识到说，原来在爱情里我是这样子。好，那这一点为何重要？因为当你越来越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角色，你要扮演什么，在爱情里你能做些什么，你在爱情里的珍贵处在哪里的时候，同样的，你的个人的魅力跟散发出去的那种想要恋爱跟会被爱的能量就会很强烈，它就会出去，它会吸引到更多或是更适合的能量靠近你，而看到你，所以他会做出更多的很主动的表示。哦，所以他这里1号牌的朋友，在来年你个人的品质的散发，似乎是非常关键的，它会影响你产生了新的朋友圈，产生了自己心里的能量，从你的谈吐，从你的见解里面展现出你自己的位置，是一种更宽广的，有更多的善意的，而且还乐于助人的。如果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这些东西到现在都还有一些小薄弱的话，你趁现在看到牌的时候，思维一下你能做些什么。好，来，其实1号牌爱情能量其实是非常少的。1号牌的朋友有蛮多都是所谓的修正、提醒。他着重的重点比较在于说，今年这些东西好像没有被提醒到，这些修正好像没有被提醒到，然后也没发生什么坏事，所以就让你们坚定的相信，维持现在这个状态也不错。可是现在翻来这些基本牌翻完之后，我发现，如果你希望新的爱情出现，你现在所相信的一些逻辑跟真理，可能是有一点点判断的误差，需要调整一下。那可能你现在认定的爱情观其实是不适用你的，而且在某方面来说，我觉得的不适用是不适用你的魅力，它有点阻碍你的魅力的展现。这边其实也在说哈。这边有在说，如果在来年要跟其他人的连接，要跟世界的连接，要有更和谐的状态的话，有一点点需要斩断过去的想法，要开创一些新的概念。这样，就是原本你以为的爱情模式或爱情应该会怎样发生的话，可能在新的一年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想法啦，要有一点不太一样啦。好，因为他这组牌有在讲一种感情的旧跟新的。如果你不想在未来还是属于一种孤立自己的状态的话，要把自己身上时常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冷淡的感觉、冷漠的感觉给消除。所以前面才说了2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要有新的人际关系的创造，要有自我设限的一些剔除啦。这2种都是一种比较宽广的去打开自己的世界的方法，而这里确实再次讲了，要有一点狠心，要对自己有点狠心的去改变，好，你才能够创造一些比较大的、比较宽广的路径出来。好，来，没关系，我再继续翻哈，因为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可以翻哈。来，我来继续帮你看一下哈。看一下，
这些我就先放旁边哈，因为它还有别的路径的牌可以翻哈。来，好，基本上虽然前面讲了很多的谏言，可是它的路是好的，它只是希望你做一些调整。哦，来年啦，我虽然一直这样讲。有一些桥啊什么样的调整，可是其实我一直感觉到来年会有蛮多的好能量环绕着你，要慢慢的靠近。只是它很像你周遭有一个护城河。这边要讲说要把你打开，这边要说有一些调整，这些的都是为了要在这个护城河上搭出非常多的桥，或是直接把它填平铺路，让这些好的能量就这样靠近你，让你的核心，你就可以在里面去感受很多爱的能量，跟达到非常多的恋爱机会啦。只是如果你还是保持着今年的想法或是人际关系圈，那个护城河像是保护你，其实是让你隔开了跟其他新能量的连接。为何我是用连接？因为能量会来，只是他们被隔在这个河外了，不知道如何靠近。即便非常靠近你，非常喜欢你，已经被你能量吸引住，可是找不到方法去告诉你，让你感受到他们的喜欢。所以这里的这些调整是很重要的，尤其选择1号牌的朋友，当然是适合所有人啦。但是看来选择1号牌的朋友状况有一点点急迫，需要修正哈，所以你要想一下哈。来，这边我就都翻一下哈。好。我从比较严格的位置翻哈，但是也还好，是这边已经出魔术师牌哈。这边说，来年你是很有机会，有很大的能量去选择，去显化，而且是照你自己的意识去创造一份爱情。也就是说，它还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人会出现，而且这个人身上的条件也蛮符合你所想要的，而且即便你很严格的挑选，你设了很难的，这个爱情还是会出现。那你会说，那这样子的想法跟这里就有点冲突。那你要这样想哦，如果你先照前面这个更宽广的心，更打开自己的心人脉，那你要显化这张是不是会变得更容易？尤其对方要靠近你，是不是就变得比较快速、比较轻易、比较轻松了？就没那么多的设限。这是不同的层次。这里的层次是说，你是可以显化你想要的爱情，可是你需要这么严厉的让爱情来得慢，让爱情来得难，让对方要经历很多其实没那么需要经历的考验。它是有这个概念只能说牌面上有点偏心啦，好像对你蛮好的，好像爱情一定会来，然后你好像整个关卡的魔王还把难度设得这么高，都也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只是告诉你说可不可以再更宽容一点，让爱情来得更轻松一点。只是好吧，没有指示啦，我只是有一点觉得希望你不要让那个想爱你的人那么辛苦啦。但我又觉得今天看过1号牌的朋友，你就会知道你不会这样做了，所以我就把那个话收起来。为什么我笑？因为我觉得这一份烦恼比较像是说选择困难。1号牌我有感受到一种很丰沛的水能量的慢慢靠近，所以在这边应该会有蛮类似的好的人会出现。那你要怎么选择，就要好好的去看待你自己的智慧咯。我不是说我这边得到的会有不错的类似的人出现，他们不会同时来，但是它会有所谓的先后顺序选择的影响。
而且很有可能你先放弃掉的，可能后来你才会发现它是最适合你的哦，要小心这点。那我会觉得珍惜眼前的好事比较重要，好，尽量不要觉得现在已经这么好了，那应该还会有更好的。好，我只能说到这，你要尽量去思考这件事情。好，那这张牌抽完，那我再翻这张。好，好，这边有偷偷说，我必须说，会出现你会非常喜欢的人。可是以这两张的连接，他给的一个问号是：你最喜欢的人，是你内心最想显化的那一个最适合你的人吗？看来烦恼真的出现了。好，有点在暗示，都很好，很难选。他也有一点在暗示，自己要的太多，结果错过了，后来觉得最好的，有这个顺序哦。那会有你一看就非常有感觉、喜欢的人，只是这组牌对于你会非常喜欢、很有感觉的人，是否 match 最适合你的人，这里我没有觉得他有非常强的连接，主要是因为这张牌给的一个暗示就是他没有这么顺，他不是同一个人。最适合跟你一看就最喜欢的，目前这里看起来不是同一个人。哦，如果啦，这张牌给的是选择这个人的一种直觉暗示，我会说，我不觉得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你感觉上你最喜欢的，他可能是满足你很多外在条件，跟你期待已久的条件的样子的人。可是内在会让你怦然心动的人，那个是最适合你的，是另有他人。而且他这边有一点点希望你好好的看一下哈，你心里内心最想显化的那一份爱情，它有一个特点是，它会有一点点让你发现那是另一个你，另一个自己，这是这里的一个特别的点哦。然后那一个另一个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出现会有一种是另一个自己的感觉，他不太像是一种双胞胎，或是跟你非常相像的人，他会有一点点类似照妖镜的感觉，他会让你照出你最真实的自己，然后从这个最真实的自己之后，你会发现说，你有某种自由自在的能量跑出来了，所以我才说，那个外在各方面最吸引的人，可能不是能够在内心里触动你这一面的人哦。记得心里会有一种自然的畅快的感觉，你的内在会有一种最舒适的感觉，那个可能才是最适合你的爱情出现的时候的感觉哦。好，这两张还没翻，其实这两张还更关键，但是我从这边我确实还是觉得，他这边比较倾向于你心里会有某一份直觉，很确定，其实你是比较倾向于谁的，只是说会有另外的人出现，让你觉得这个人就是我所期待已久的、非常符合条件的人，他会让你非常茫然，而且他等了这么久，这样子的人终于出现了，可是他有盲点。至于这个盲点，我帮你看一下，确定一下，因为我确实觉得，会有一种假象。
会出现。好，这2张都没有支持，你一看就喜欢的人是最适合你的。好，我只能这么说，因为他会有一种很稀罕的感觉。怎么你最想要的那一种样子的人终于出现了？可是这边有在偷偷说，你内心会觉得有某种不对劲啦。好，那像这一个你内在其实真正最倾向的，你觉得有一种非常舒服安稳的感觉的这个人，他没有这么快会在第一次或是一开始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它是一种内在心里会有一种慢慢的火焰，慢慢的燃烧起来，然后让你发现，其实你真正喜欢的是这一个人。他没那么快，所以他会在至少现在看到有2份爱情出现的这个状态里，会去符合这里所谓的非常困扰。他会有一点困扰着你，为什么我这么难判断出我想要谁？不过我这边真的要偷偷说一句哦，他们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他会有一点点像是你已经放弃了谁，然后后面才发现说，原来你选错了。我比较觉得他在不同的时间点出现，好，所以他也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是你已经先选择了谁，可是后面那个人在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才会有一种觉醒，就是说啊。原来我之前是为了符合我自己某种私心或是欲望，我去做选择的。那我并不是说你会有一点三心二意或什么，也不是说你会为了遇到新的人，然后会去跟旧的人分手，不是。这边比较多的是，回到我刚刚说的，你会终于知道自己在爱情里的位置跟自己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子了，是什么样子的形状，你自己的价值。它并不是说你会选1选2这样子骑驴找马，或者不是这个，而是它有可能会因为你跟 A 在一起了，然后 B 出来了，它会去让你觉醒说啊，原来我应该在爱情里要那样子，然后你会再对自己做一些调整，然后让你在你的选择里面变得更好，或是做得更好。不要被前面的讯息，它不是让你在2个人的选择里面产生懊悔啦，它更多的是让你，我刚才一直说有一种照妖镜的感觉，它会让你知道你真正在爱情里是谁。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也必须说，我刚刚前面说，你明年爱情靠近的能量还蛮多的，我只是拿2个来做比较，来去做一些先后顺序这样。但是真正的重点是，你会慢慢的内心会出现一种很舒适的感觉，来去帮你选择到真正适合你的人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你会察觉到自己原来适合什么样子的人，你的最内心想要什么样子的人，他可能会超越外表你原本设限的喜欢。那当然，这也有可能会让你在跟当下在试着交往的人，然后你会察觉到，其实自己是不适合别人的，或是你在某些盲点里面选择了。所以在2025年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从这边讲来，我觉得你会有丰富的爱情接触，当然也是有很高的机会会定下来。可是它这整个里面最核心的价值是，
你的某种认知到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跟你在爱情里面的位置会更加的具体化，会让你认知到什么是你在爱情里面的角色，什么是你在爱情里你想做的事，你想成为的自己。那他这个的成长会让你比较会选择了，在爱情里比较会选择了。反过来，你也不会再像以前这样子这么的等待爱情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你想要在爱情里面是什么样子。好，1号牌本身，我觉得从这里翻出来，因为它其实不是很顺的能量，它的风能量太多了，风土能量，尤其这两个能量本来就不搭，它有更多的反省，跟需要你去创造一些能让你自己觉醒的机会，就像认识新的人，就像不要对未来设限太多，而这种觉醒需要你自己去创造。如果这张牌是势在必行的觉醒，那你的觉醒只是快慢问题。先觉醒就能先选到最适合你的人，你也更能够判断出最适合你的人跟你内在最需要的人，而就不会浪费太多或是花太多时间在不同的爱情里交往认识里面慢慢探索出自己。但是必然的会在总要有个一两次的试着认识才会发现吧。好，记得这里一开始就翻出圣杯3，告诉你跟其他人的关系的新的创造、新的连接，在明年还蛮重要的。好，也可以说明年是要从别人的眼光里面来认识你自己啦，这也是一个重点。只是我把它缩小到只有爱情的角度来说。好，我们还有牌没翻呢。哦，这两张牌很搭啦，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你能够显化你心里最想要的那个爱情啦。这边也说哈，如果你在内心有非常具体的爱情的样子的话，基本上在明年你会非常靠近啦。哦，你会非常靠近，只是要回到我刚刚说的这里跟这里。我刚刚一直都说，你非常渴望的、你想要的、你期待已久的爱情，它出现的时候，当下你能判断出是最适合你的吗？还是你内心最需要的？这里只能说，在你的意念上、意志上，你最期待的那个爱情，应该是要出现了。可是也因为这一个出现，才终于照亮出你内心真正的想法，你真正内心渴望在爱情里面想要的。因为我就像我刚说的，这个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你有所设限，你有所期待，这么具体的期待，那就表示会有所条件嘛。可是当你接触到千变万化的人、不同的人所带来的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突破你原本设定的疆界，然后你那时候会觉醒，才发现说，原来这世界这么宽广，原来你内在最需要的东西是别的，只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认知不够多，所以你有所误判。所以明年我会认为选择1号牌的朋友在爱情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觉醒。好处是你应该会更明确的知道什么样子的爱情感觉是让你最舒适的、最持久、最长久的，但也因此可能又不知不觉的设限了。所以基本上人生就是矛盾的啦。你好不容易开窍了，认识了更多的人，你从不设限的角度去认识了更多的人，结果你认识了更多的人，却让你觉醒了一个新的自我，发现原来你需要再重新设限一次。但也没办法，它就是，即便你在设限了，即便你在更认识自己，但终究还有更适合你的、更能够突破你的人在出现。这就是我们刚之前说的，你越来越好，你认识的人的层次跟
人就会越来越不同。与其说明年在爱情上你是某一种觉醒的年份，我倒不如觉得，可能要让你有一个更高的升阶跟晋级在爱情里面。你可能会很意外的，原来你能适合一个你完全想不到的人。那我再看，讲了这么多，这边确实是啊，他说破了在爱情里，在金星里，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啦。那刚好中间卡着又是这张牌，这2张牌讲的，你所渴望的爱情，跟真正能改变你的爱情是不同东西。那这2种矛盾冲突，会产生一种类似战争的状态。可是，在这一个变化中，在这个体验中，你所向往的跟现实所给你的这个过程，这个战争里，会让你确定你是谁。这2张其实就把我前面的又再讲完了一次。那我必须坦白说，爱情在明年会以一种比较丰富、多元，可是都有点淡的方式出现在你生活里。为什么我会说淡？因为我在这里，其实我没有看到你有那么想要投入的感觉。即便爱情来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能投入进去哦。因为你在整个，我觉得他有一个一直在觉醒的感觉。你会有点越来越难做选择在爱情里，因为你一直在不断的觉醒，不断的升级。所以，当然也是有机会确定一份新的关系，可以的，是可以的。这不是只是全部人都会就这样淡淡，就是可以，因为我觉得1号牌的朋友，明年啦，有蛮多你会吸引到蛮多不错的能量靠近。只是这些人跟不跟得上你，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这里看得出来，你有一种大转变，我甚至会觉得它是有一种大蜕变了。因为2张魔术师牌，再加上最后是用死神牌来做结尾的话，而且死神牌又落在最爱情的核心去诠释的话，你的这一个在爱情上的大转变，在明年这个大转变非常重要，因为它包含了你未来选择爱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针。好，来，我还有别的牌，我再翻2张牌来看一下一些重要的连接。来，我看一下，这些就是额外补充的了哈。这一份成长你这一份大转变，有可能会让你突然，就是说你会突然有一个觉醒在爱情上有一个觉醒啦。你突然会不想恋爱一阵子，明年有可能会有这个阶段。但是如果你突然有这个感觉的话，表示你在爱情里你升级了。我不想说你更加成熟，没有，我觉得你升级了。它会让你突然不想谈恋爱一阵子，有可能会更久。它不算是一个你自己自我内心的真理，而是你心里知道，爱不容易，爱要出现不容易哈。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好的休息时间，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然后，应该他会在你这份休息之后，会有一个能量比你更强的人出现之后，你会折服于他，你会被他更好的能量所说服。他会帮你在这一份你的爱情的新的成长、新的定义里面，帮你做一个收尾。所谓的帮你做一个收尾，就是他可能会帮你下一个结论，就是我喜欢你，就是因为你现在是这个样子。他会帮你前面的这个所有的成长、这个觉醒做一个定义，然后你会在这个人身上看到，或是知道说，原来你的改变是长这样。虽然你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说你有所觉醒，可是似乎都只是感受到自己的成长跟改变。可是
很难具体的去定义到底改变了什么，而你成为了什么样的新的自己，在爱情里这样。那直到这张牌出现到最高级的时候，我觉得你会遇到一个对手，我觉得他比较像是遇到一个对手，所以我才说你会折服于他或臣服于他，就是他带来了更高的爱情的智慧、魅力、更强的能量。你会发现你的成长在他面前只是差不多跟上他而已，很奇妙的一个感觉。你会遇到一个你很喜欢但是能量比你强大的人出现，然后他非常喜欢你，然后告诉你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而你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吸引到他。我觉得明年应该会有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发现他这个能量的转换，你会先经历一个混沌期、混乱期，在爱情里面的一个体验认知，这样真正好的爱情，不能说好啦，真正你内心适合的那个爱情，是后面会定下来的爱情吗？我也没有觉得好像是同一个，但我总觉得好像会有，总会出现某一个很强的能量帮你明年做一个结论，所以他可能要到比较后面的时候，这个人才会出现。那我并不是说你明年的整个爱情就是前面可能都是一些枉然的不成功或什么，可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说，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以能量来说，也许你前面认识的人，他也在成长，他也在让能量完成，也许最后那个最强的能量帮你做结语的人，是你前面已经认识的人了，他也在这个成长里，他也在这一个相处里面，他也觉醒了，然后你也有可能看到他的改变，而这个人就成为帮你做结论的人。但当然，他也是一个新的人。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新的人，因为我觉得这里所讲的人，这里所讲跟这里所讲是不太一样的。好，记得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关键是，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会突然不想谈恋爱。它并不是因为你在爱情里受伤害，或是一种都没认识好的人的气馁，它不是这个，它就是你升级了，你需要放空一下的感觉。好，那选择1号牌的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哈，就是明年的爱情机会蛮多的，但不见得你每一个都会很投入啦。老实说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享受，有很多小小的爱情、小小的爱是有的，小小的别人的喜欢都是有的。那其中会有蛮多的新的体验，然后它会在像拼图的方式堆砌出一个新的你的想法。这前面已经重复讲很多次了。那我觉得最后出现这一个能量，跟前面的能量都有一点相似，是这里偷偷在告诉我说，会有一个很意外的角色。它不一定是新的角色，但是会有一个很意外的角色，把你叫醒，把一个你真正的自己叫醒，尤其是爱情上面的自己叫醒。以我的看牌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叫醒通常都是让你认知到原来爱情长这样。原来爱情，你的世界里的爱情应该是长这样。然后你认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先不爱了，或是你可能就会爱下去，不知道。那就要看你认识到了自己什么，这样。那1号牌就明年可能就有这个转变了。恋爱机会是蛮多的啦哈，我想你们就是想要知道这个，有啦，蛮多的，你可以去体验看看。好，以明年来说，算是水能量被限制在太多的选择上面了。它不是像瀑布一样或海啸一样就冲来让你会接受到，没有，我觉得它比较多的是，每当爱情出来的时候，都会被困在太多的判断跟选择里面，所以这边前面一开始都说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了哈。那可以多叫朋友帮你看，不要自己一直拘泥在自己的选择里，好吗？好，明年可以注意到，因为有点混乱，有点
类似，靠近的人会有点类似这样。好，那这就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很多资讯你慢慢听，慢慢感觉，不用立刻消化掉哈，因为它很复杂哦。去抓到最简单的几句就 OK 了啦。好，那就这样哦。那谢谢你来听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2025年你的桃花好事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翻开来，我们都会讲会发生的一些跟桃花有关的好事情啦。好，我们这组牌我们来用这个。好，来2号哈，这是选择2号的朋友哈，是这张牌哈，是选择这张牌的朋友哈。好。5张哈，来慢慢一点一点看哈。好，先从最核心的来看一下整个关键讯息，它从哪里开始？看一下，圣杯骑士，如果以圣杯骑士来说的话，明年整个桃花的运势应该是直扑你而来。选择2号牌的朋友，一整年应该都会持续着一直有一种魅力四射啦，有可能会沾染蛮多的桃花。为什么我知道沾染蛮多的？因为通常在这个牌以我的习惯来说，以我自己的定义跟排列组合来说，只要出现圣杯骑士，我都会觉得浪漫值跟疯癫的浪漫值达到最高峰。好，我时常说这张牌，你可以直接把它当成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逻辑，只有爱，只要爱，只想要爱的状态。好，但是以牌阵来说，这个位置，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落。怎么解释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会被忽视的爱情能量。也就是说，这份爱情在明年可能会在你附近环绕好一阵子，然后你们2个彼此都有可能一直没有发现，甚至会以好朋友的角度、熟悉的人、谈心的人、很有默契的人的角度一直相处在一起，可是一直没有承认，一直没有确定。2个人同时，甚至有可能会忽略、忽视、错过。其实你们2个的能量是要以爱情的能量开始的。那你会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会阴错阳差啦。一开始的关系，因为跟很多人一起出去或什么，就被定义成是好朋友的关系。其实你们是爱情能量的关系，水能量的交流，内在的直觉。转换成某种朋友的默契，可其实是你们是要在交往在一起的。只要明年你跟一个新的认识的人突然觉得很契合，突然觉得你们很难不联络，即使没有见面，私底下还会传大量的讯息，即便只是聊天或传一些好笑的东西，你们的连结都很强，而且我觉得这只是开端，它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子。你们终究会发现，我是觉得你们终究会发现，其实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会进到爱情，因为它很像我们平常有翻的一个题目，就是谁会跟你告白？我们时常在谁会跟你告白的题目里面发现，有些人意识到自己对于你的在意跟喜欢早就不是朋友这个关系的时候，他会去等待或是去寻找那个告白的时间，因为他想试看看，他想知道答案是什么，忍不下来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这组啦，目前这张我所得到的方向就是这个，它是一个
几乎要被错过却不会错过的一个情感在身边环绕，哦，很有趣啦哈。你们一般来说啦，通常不是这样解释的时候，都会变成日久生情啦。你们会以为你们是日久生情，其实你们一开始就应该要以恋情在一起了，只是一开始的默契没有这么明朗或没有那么明显啦。哦，然后有的时候就这样子走的越熟到突然就在一起了。有的时候，他那一股默契一开始的定义就被转了个弯哦。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转了个弯，然后误解了、误会了哦，以为你们的感情是从朋友这样转上来的。其实一开始能量，以2号牌来说，你们一开始就是要在一起的。好，我是觉得以能量的强度来说，没关系，我从这边直接翻他的啦。哦，3张我给多一点，3张来看这张的分散出来的角度是什么？果然，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会因为太多的声音、太多的别人、太多的杂音、太多的事情、太多的角色问题，然后一开始就应该一见钟情，或是一见倾心的那个瞬间，就被其他的声音、其他的事情所打断、崩坏了，然后换成是朋友，有可能是同事。我这边突然看到了一个同事，这样，那你们很有一种一队的感觉。我说的是队伍的队，在公司你们会是一个队伍，好，在朋友圈你们会是比较长一组的人，所以刚开始认识大概会好几个月，都是一直处在一种伙伴的感觉在附近。然后时间一直往下走，会发现你们两个时常一起对抗别人，然后会有共同的敌人，很像你们是很有默契的好朋友。但是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其实就是非常契合的爱情能量。我是有那么一点点担心，会不会到了爱情萌芽，然后要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两个人就开始不适应。这里是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啦，可是我有感觉到一种时间感受，似乎有一个非常需要精确确定两人关系的时间点，然后它在整个时间的长河里面是非常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确实很容易错过。主要是因为是这个牌阵的位置啦，抓住锁住那个钩子的能量很小哦。不过我们就先比较悲观的说，明年这个人哈，即便没有变成你的伴侣或是恋爱对象、男女朋友这样，他仍然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好，那只能说，选择2号牌的朋友，确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关系要在你的人生里面发展出来哈。那我看这里，连这张牌都也说，你们确实是有那个爱情能量，但是也确实就会这样误打误撞的会从朋友的关系往上走。这边也是这么说，而且这边有一个很细的能量，很小的能量，已经有在暗示说，他应该已经在附近了。他不行哈，这个我要翻一下。等一下哈，再一张好了。
看一下，它已经出现在你的周遭了耶。然后该怎么说？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连结还是一个非常淡的，呃，但是它已经出现在你周围了。可是这一组牌是要看下一个阶段的话，哈，2025年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再认识、再接触。现在好像只是一个非常淡的认识而已。可是要注意哦，这里又出现了圣杯骑士，也就是说，它跟这里的定义差不多。这里讲的是明年，可是这里讲的是现况。这个人的出现本来就是为了你们的爱情而来的。他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讯息，他是突然出现的哦。你回想一下，当他出现的时候，其实你有问你的朋友，或说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是谁的朋友？差不多有这个疑虑。好，然后不过，我觉得你没有提出这个疑问，因为我觉得他出现的时候你没有很在意，因为我发现他那一个你们的关系的建立的分段是要从这里开始的，而这里是从明年开始。我觉得这里只是在暗示说他已经出现在附近，但是你们的那一个真正连接的互动是没有出现的。然后他是朋友的朋友带来认识你们，以现在当下啦。你们对彼此没有第一次见面没有感觉，没有感觉，这一点就很奇妙了哈。以能量上来说，有一点非常着急的把他拉进去你的世界里的讯息，可是拉来了却没有让你们留下第一印象好的印象开始，所以他应该有一些理由是希望你们是从明年再开始两个人的真正的关系的一个培养跟，所以他这里也蛮符合这里的。这里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因为某些阴错阳差而直接打回去，朋友的关系要从朋友关系开始建立嘛？好，那通常我们看能量这个循环，我都会觉得说这是有目的的，这是有理由的。可能真的是因为你们一开始见面的那个时机，我觉得应该是被认为不够好。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受控的能量让你们两个直接连接。它这里区隔了现在与未来，那它一定有理由。那我们这里没有答案去追究理由是什么，但是我们就相信这个安排是不错的啦。他可能真的觉得你们从明年开始会有更好的事情啊，或是心理状态认识比较好。好。再让我翻一张，我对这张还有一些疑虑哈，翻一下。果然哈，果然要重新去找到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情能量，好像还是少了一点点东西啦。这边有说，是水能量把它带来。哦，以时间感来说，好像突然抓到了一个你们两个很近的一次，最近的一次距离，所以立刻把它拉来。可是因为其他的能量各方面是认为时机还是错的啦，只是这次是最近的一次，就会把它拉来认识。可是认识到了却没有记起来，也没有任何交集，这样是一个被遗忘的一次见面。好，理由，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好奇心，对彼此有一个很特别的好奇心。这个好奇心有带来一种新的生命力的感觉。但是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有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你跟他现在的生活里面的故事有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而改变了你们看人的角度。我时常说这件事，就是说，你这个月看世界或看人，
跟你这个月发生了一个月的各种事情之后，你到下个月再看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会有那个非常我收一点啦，不是说完全不同，它至少会有一些些微的不同。你会察觉的些微的不同。那如果以今天这组牌，你跟这个人的关键是在明年才开始的话，那就表示你们的故事线确实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你们看到彼此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能量上没有必要连接。我们时常说，就是还没有完整到可以让你们两个做一个很健康的连接，互相认识，这些没有。那加上这里都在说，无论你们的水能量连接未来会多强，无论你们两个的见面是被定义在爱情的路上，无论怎么定义，但是好像有一个规矩，有一个规则是你们要从最简单的生活相处里面慢慢往上培养的，就是从做朋友。他这边有可能有一个比较防范的机制，我得到讯息有一点点像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太快就进入恋爱状态的话，可能会在一知半解跟对彼此有盲点、盲目的时候溺爱在一起，能量很快就用完。因为本来你们这组有过多的直觉、过多的情绪，可是没有持续下去的能源，所以他会在一开始一触即发的时候，很快就腻掉了。因为你们的水能量太强，那土能量在这个时候跑出来，希望要从头开始，然后也有从头开始的火能量出来，他就会觉得说，从明年再开始这份关系的话，会比较稳。相处里面细节的细腻程度也会比较多啦。来，好，的确不急。重要的爱情的礼物跟收获不急，它需要前面有一些几个月的发展去等待。它就像生米要煮成熟饭，它需要一段时间。你知道有熟饭，但是你还是需要烹煮的时间，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这边又有一种不可逆的，我得到一个不可逆的感觉，就是说，反正你们终究会走到恋情这个部分，所以前面这一个走，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你们可能会太快消耗掉能量，所以土能量的介入，希望你们慢慢的走到那里比较好，然后你们彼此的能量、火能量也要创造出新的。对彼此的好奇心是新的，对这个人的认识是新的，这样，所以你们的第一次见面会被淡忘，会被消除，是必要的。好，只是这里只是透露他已经在附近了啦。来，这边又一张哈，这张对应这张都在说时间上。前面说你们很快的就赶到了，譬如说，他就像是看一个演唱会了哈。你知道演唱会是精彩的，你知道你来了就演唱会看，所以前面的牌说一个7点半开始的演唱会，结果你们的感情相遇太快了，可能你们5点半就已经到现场，所以你们很早就进去了，然后就坐在那边坐了2个小时。但无论你们多急、多赶、多快，但就是要7点半才会。结果才会有表演，这就是这样。他就告诉你说，你们两个的爱情能量终究不能说会有结果，而是你们两个终究是要走进恋人去试一试的。但是前面太急了，让你们两个相遇，可是没有任何的火花。这边也说，你们的2个人的连接能量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要煮饭。要煮那一段时间，没有那一个过程，就没有那一个结果。这里都有，这里讲的是后面有结果，这里讲的是你们的连接要用时间等待。
慢慢浮着飘着去到那里，急不了，没有任何别的动力推。哦，来，那以朋友的方式，你们两个要以朋友的方式去累积你们的情感啦，只有这个路子。所以一开始我就已经破题了。我一开始就说，无论你们两个一开始被定义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这么浓烈，只为了爱，只想要爱的这个角度来说，做起点，做整个核心概念，作为未来你们回头看你们的关系，其实两人早就应该在一起的这种想法。但是，可能你们内在、心理、灵魂或是能量上发现，从朋友开始累积，两个人的相处比较安全，一定是能量上或什么看透了你们两个能量结合之后的一些问题，所以才会用这样子的方法介入了。所以在你们遇见的时候，确实，即便再有感觉，也会先打回去，从朋友开始做起，然后心里应该有某一种很强的直觉，在遇到彼此的时候有在意了一下，可是立刻就被打回去成没什么感觉，很平淡这样子。其实这里的火能量很强，它应该是要让你们一见面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火花出来，这里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因为这3张牌是附和着这张牌来翻的，所以它原本的定义就是要从朋友开始做起的话，这里的能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它有点被挡住了，有点在说是多余的。因为以这章来说，它定义了你们两个最初期共有的世界的一个状态，它已经定义了，就是要从朋友开始做起。所以，即便你们内在的能量跟你们两个能量非常相近的时候，有一些能量上的主动性是想要你们立刻就一见钟情，一切就火要爆开。可是这里的能量比较大，这里的定义比较强，这比较像是说不行，还没到。好，这边有一点讲说。不行，请你看看后面的牌，后面的牌是这样，再加上这样，都说不行，路不是顺的，也没有被支持，要立刻开始。所以现在能翻出来的牌的概念就是说，明年啦，我不会说就只有这一个，而是说基本上至少有这一个人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然后。会有蛮长一段时间，你们都会以非常好的朋友，很有默契的朋友。我跟你讲，很有默契的朋友这一点很重要哈。很有默契的朋友，很有默契的一个角色出现在生活里，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你有新的语言，因为你有新的听众，你心里有很多心里的话，以前没有可对应的听众，所以。那个语言你会放在心里，或是甚至你没有察觉，但是这一个人出现一样哈，你也是，他也是，你们两个的默契跟雷同度、相似度，你们都可能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人，所以你找到了自己的新的思考，所以会有新的语言，然后有新的听众，他会给你新的回应。在某方面来说，对你的人生经验来说是一个新的成长，这样。你们彼此会开发，彼此有更快速的思考思维，然后你们会发展出新的兴趣，譬如说，因为太有共识了，所以会想要去某些地方旅游，两个人很快就达到共识。记得我刚刚说的，即便这一个人的出现不是成为你未来的恋人，但他也是你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角色的出现了。至于这个点，来翻这2张，这里说，
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可是我觉得不是这里，我的意思是说这里哈，在明年你们开始有第一次的默契，第一次的不错的谈话之后，你们会跟你们现有的朋友，跟你现有的生活习惯或是社群，朋友圈，你们两个会发展出一条特别的新的路。然后那一条路，也许会有人会加入，但是你们是领头羊，你们的互动频率会加高。我这边一直觉得你们两个会把你们两个自己一直有一种孤立的画面，你们俩会把自己彼此孤立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跟你们原本的世界的互动会开始减少，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有点特别。明明这个默契跟感受上非常浓厚，应该要在一起，可是就是被这个能量、这个能量所介入，就是要从朋友开始做起，请别依循着其事圣杯，然后就直接进入恋情。他就是要让你们从最好的朋友之后再进入爱情，应该是有看到蛮多珍贵的点了哈。你们本来就看彼此很顺眼，但是需要找到一些心灵上的强大的默契。目前看起来这组牌很顺，但是有一个小缺点，它隔离了你们彼此有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桃花、其他的爱情经验、爱情故事。因为你们的太过契合，所以你们焦点跟专注力会在彼此身上比较久。我一直觉得至少要这样做朋友、好朋友半年之后，你们彼此才会意识到，你们其实是爱情能量的相处。好，没关系，来，我们继续，因为还有一些位置，我把它翻出来。这3张。这3张是属于这里的哈，来，我把它叠起来。然后我还有其他的东西要翻，来哈。来，我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其他的有关于，直接翻开来看。好，等一下。这边说，其实啦，在某些关于安定、安稳的角度来去看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让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直接成为恋人？是因为你们的相遇的撞击力有点太强，它有一些很强的震荡，然后因为这个震荡有点模糊了你们两个未来在一起的那个视野。坦白说，就是有点像拖慢时间，让整个能量或是预示未来的画面能够慢慢的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比较确定你们两个未来在一起的时候的状况，看清楚了好的那一点，才开始让你们往有爱情、有桃花的那个有恋情、有感觉、有水能量强那个地方再往那边走。这个很抽象，可是从这里它有一个讯息说，它有一种对于你们一开始就直接进入恋情的一种不安感很重啦，所以他们才觉得以你们自身的能量，才觉得应该要先从朋友做起，慢慢稳健的走到爱情，真的比较好。因为他这个撞击2个很强的恋爱能量撞击的时候，结果没有融洽的融合，而成为了一种很强的震荡，然后变得不是很稳定。那
如果要在这么不稳定的状况下直接变成恋人，那还不如先从朋友做起，稳定了之后再自然而然走进去就好了，不然会有一点点可惜啦。你们彼此意识到彼此是可以当成恋人的时候，那个时候能量很强。第一，你们本来的默契就在；第二，你们两个人，能量的结合match度很高，所以你们的同步率、节奏、说话、想做的事情都会开始加速。再加上你们对彼此的认同跟喜欢本来就很高，然后等到变成意识到其实你们应该在一起变成恋人的时候，这份喜欢跟这份浓度各方面都会变得很强。他其实是在说，你们两个一遇到本来就是有很强的爱情能量要在一起了，可是很奇妙的是，他处在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啦。用比较生活化的语言来说，如果你们两个一遇到的时候就这样子在一起的话，可能很容易吵架，因为情绪跟感受各方面的敏感度都很强烈。那他会在爱情里面的得失心，或是期望、欲望，对对方的要求或什么的意识，同时出现在一个短时间内，而产生的非常敏感的混乱，以至于你们会处在一种非常不稳定、不安的水能量状态来在一起，所以就很容易吵架，很容易产生误会，很容易太过在意。那很奇妙的是，你们自己内在的能量有意识到这个未来性，所以直接好像硬生生的转弯，让你们从最普通的朋友慢慢做起来。只是这一份普通的朋友，也是挡不住你们两个一直要在一起出去活动、做朋友，要一起约这样子，让你们两个还是很黏腻啦。所以它更像是这份土能量突然强大起来了，成为一个泡泡。成为你们关系上的一种幻觉，让你们一直觉得你们的默契友好，刚认识就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误认为是意外的找到了一个知心好友，或是一个很有默契的朋友的状态。所以你会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能量会预判到这个事，然后去让你们做这个大急转弯？我觉得它也不是说能量的预判转急转，而是你们的直觉有一种保护自己的直觉，突然在一开始有了默契，就突然两个人的语言说话就直接从朋友的关系开始转了，然后就做起来，就从朋友开始做起。可是你们从来都没有在内心深处去否定掉，或是否认，你们两个其实是非常有感觉的，对彼此非常有感觉的。可是也非常敏感，只是因为被设定在朋友的关系上，所以在很敏感的时间，譬如说你讲了什么话，或是他讲了什么话，其实你没有很认同，可是因为你们只是朋友的关系，所以就没有敏感到要用情人的关系、情人的感觉去做一个很敏感的反应，或是很快速的就把不高兴或不舒服表达出来。你们会因为朋友的关系而把它大而化之的转换成说，他只是跟我想的不同，你们把它会放的比较淡。那因为时间或是一开始这样累积上来之后，你们开始习惯了或是明白了彼此的一些小毛病或是一些小地雷，然后再慢慢走到更敏感的恋爱转关系的时候，就发现很容易了，不用花那个时间去察觉去挖掘，因为你们都已经很理解了。好。那这边又出现了一次，这个位置出现的比这里跟这里更强烈的都在说一样的事情。其实这里跟这里都说的是一个事情，是要往爱情方向走。可是这里是更明确的说，他就是要走到你们内心期待已久的恋人状况。所以2号牌来说啦，明年啦，基本上那一个性格上跟你很合适的人即将出现了。讲那么多，简单讲就是这样了。只是他已经出现了，可是恋情并没有要立刻发生，可能就是要接受这个事情。
好，那这里又出现了乙式保健六，跟这里这2章的定义非常像。这里在讲的是将要获得的爱情在哪里，我要怎么去获得？这边说没有啊，就慢慢的走去，慢慢的漂移过去，急不了。而这里说的是你们2个的能量是从什么角度建立起来的？这份爱情是要从什么样子的角度、什么样子的诠释语言去建立起来，也是不急，慢慢就会走到了。这里其实是一样的。一般来说，这个牌其实是在它的这个位置，它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连接了。那这2张牌本身也有一条连接，是在讲说某种你们内心的觉醒。他需要慢慢的在这一段旅程中才会觉醒出来，所以他符合了他必须要用土能量，慢慢的以朋友的方式慢慢相处起来之后，你们才会觉醒出你们2个合适的相处的方法。他真的急不了。那从这里到这里也是这样，要走到那一个爱情的关系里面，心灵上的觉醒。心智上的觉醒也需要慢慢的走到，急不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满满的水能量本来要在你们2个一见到的时候就爆发出来，可是其他的牌面的讯息真的很多位置都在说不行，这组一定要慢慢的走到，急不了，因为2个人的爱情水能量都太强大，都太丰满了。就像我刚刚前面这里讲的，如果在不成熟的时机跟你们2个能量在不成熟的时间点就让你们碰撞起来的话，你们可能接不住，你们会有非常多的情绪跟敏感，产生非常多有点孩子气幼稚的吵架。有的时候你没办法，因为水能量太满了，你加上这里的风能量、理解能量都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位置，该有的稳定位置都没有保健能量，所以当你们2个的水能量相遇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直觉跟情绪去解决事情，尤其一开始你们还没那么熟悉彼此的时候，会有点可惜掉。他这个可惜有可能会在这个碰撞之后，2个人竟然就弹开了，就跑掉了。好，我必须说这是其中一条线，但我没有很有把握会有别的线，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除了这条线之外，难道没有别的爱情能量要出现吗？因为这组我刚刚一直说，这是比较偏向于造出一份新关系，而成为恋人只是一条比例比较高的一条路，因为你们2个有非常多的圣杯骑士能量在这里作祟，所以他会成为恋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他并不是100%，所以表示他还有一些空间，会不会有别的爱情能量会跑出来？那力道强不强？我们现在来翻看看，来，我们用这个来翻，用一种其他的角度来翻的话，我看一下我要从哪里？好，我翻这4张牌看看在一些比较需要更强创造力的角度来说的话，这3张牌会怎么看不是3张这6张牌。我看一下8，没有其他竞争者的讯息很强
有说如果会有其他的恋情或其他的竞争者出现，似乎来不及，有一种来不及的状况，还有可能的人选目前在沉睡中，所以就是也是没有。哦，那有可能的强烈的介入的能量，强而有力的干扰的能量，却丢到了一种虚无空间里，所以也是没有。哦，那我再看一下哈。其他的喜欢，其他的欣赏，对于你的，会给予你赞美，会让你知道你受人喜欢，会让你知道你有魅力，但是没有行动，都处在一种粉丝啊、旁观者的角度去喜欢你而已，不会有主动。哦，已经4个牌都是没有哈，来继续看这里哈。6，即便有主动，有想要对你释出爱意的人，但是他只会以一种智者的角度，以一种前辈的角度，以一种贵人的角度出现。他不是带来一个新恋情的角度，也没有。好，那剩最后一个角度看一个整个大转换的一个角度，会不会有一些突破性发展的牌，也只给了圣杯7。只能说也许有，也许有一个另外的人对你有意思，可是他在明年这个世纪，他没有办法做出决定。他看到了你，但他没有强烈的想要告白、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欲望跟表达，也没有出来。好，所以以其他的恋情线来说，6张牌都，我认为是有其他对你有感觉的人，可是都不存在于任何实际的行动，有具体的行动。哦，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哈，我来帮你看一下，因为我们要讲桃花好事嘛哈。那桃花可不一定只包括在爱情，虽然你们很期待只听爱情，那爱情的大概就讲完了。好，那人缘上各方面，这个就帮你多讲哈，或是我帮你看一下，你跟这一个人前期就算是朋友和相处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事情会发生，让你察觉是他。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觉得这里有一点不偏不倚的，会让你很明确知道有这样子的人会出现啦。好，来看一下你们的，总觉得相处状况这些都讲了呢，哈。好吧，来看一下你的人际关系面的，因为这也是包括在桃花的好事上面哈，帮你看一下你的人际关系面跟其他人的相处、同事这些的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哦，好，3张来看，这3张我来传达他要给你生活上、人际关系上哈、人缘上的一些建议，小提醒也可以哈。好。还是会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烦恼会出现啦。你会跟你的朋友或是你已经认识的人、同事会有一些对于未来的方向跟展望，或是价值观会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在明年会造成你一些烦恼啦，就是可能跟你原本的朋友或什么，你们会开始有一些分歧啦，会有感觉到有一些分歧，所以会有一些可能你原本很好的朋友，可是会有一些观念上、概念上的想法不同，而有小小的疏远，因为他退回去了金币1。好，那我不认为这里有说你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关系，我觉得这边比较像是说
你有可能朋友会有一个新的更替，你会交新的朋友，跟旧的朋友会比较远离，这样，因为可能想法跟价值观到了某一个需要替换的点啊，如果没有彼此互相跟上，可能就有点多说无益的感觉，会有在这里会有点出现哈。那不过我从这边跟这里看到另外一个角度是，其实因为你在生活上、想法上有一些进步，有一些进化，你有可能会远远摆脱你原本旧的朋友圈的一些朋友，这样。你也不是故意的，但是这边有很强烈的，你为了未来某些你很想要达成的目标跟想要去的方向的执着跑出来，然后你有花很多的心思去烦恼这一件事情。那在于你原本的朋友或什么跟你讨论理解的时候，你心里会有发现你们在不同的方向了。好，只有这样，他并没有说会变淡，慢慢的就淡掉，他没有这么说，只有说你会为此开始烦恼，它是同步的烦恼，你想要去的新的更高级的方向，加上不被理解，也有这个状况哦。但是从这个角度翻回去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恋情，在说什么？这个人懂你，有没有？他其实在讲这个，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个人的出现，把你拉到了新的境界，把你拉到了新的思维。你有可能会，哦，我大概知道了，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们一开始就有爱情，因为你们有可能会被说是见色忘友吧。所以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以时间感来说，只是比较觉得或是建议，在以不伤害各方面朋友圈或人际关系的角度上来说，你们从朋友开始做起会是比较好的，你们自己也比较舒服啦。哦，你们自己也会比较舒服。哦，好，我觉得大致上没有太多的问题了哈。我仔细看一下有没有哪个点，我觉得需要再翻的哈。因为这组牌我觉得一致性蛮高的，没有什么冲突哈。我看一下哈，来智慧们。然后这边有在偷偷说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相处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不断加分的感觉。主要还是因为你们心里很多的真的内在的话有人听到，而且你们两个还会互相做很快速的回馈，这样，所以你们两个激励自己心灵的成长速度还蛮快的。哦，只是啦，只是，我一直在提醒说这一组以创造一个新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比较厚的哦。我一开始也有说，你们在翻开第一张牌的时候，我就有说，你们两个要进入爱情的这一个段落的时间点要抓准，才有办法进入爱情，不然他就会进入一种新关系，就像是这个人会成为你未来很重要的人，错过了那个要进入爱情的那个，可能他会直接变成一种更高阶、更升华的一份关系，这点也有哦。哦，这点也有。那但至少比你们两个一开始水能量这种爆棚撞到就直接进入爱情来说，更细水长流一点。只以找到新关系、人生很重要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soul mate 你有可能会找到，好，因为会认真听你讲话的人不容易出现。那如果以今天的牌面来说，看来这个人出现的几率是挺高的。哦，你可以期待。哦，我想到这边大概可以帮你翻什么，就是为了促成这个人跟你这个关系的出现的几率的话，你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做些什么哈？那我来翻个2张牌来看看好了，做一个小提醒，看他能觉得你能够多做些什么来为了这份关系的促成。为什么我要说是这份关系的促成？因为他有的时候牌面翻起来是
这个能量的发展跟这个趋势很接近你，那你一定会有所作为来去影响，或是你有所作为而去 match 了这个趋势的发展。就以这组牌的例子来说的话，你们原本他其实有说，其实你们已经认识了，可是为什么第一次见面说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你们没有做什么，而且这边有能量让你们需要从朋友开始做起来。这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做什么，只能顺着能量原本的趋势这样走。那他能量原本趋势这样走，会走到说你会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你们会很 match。但是如果当下你的各方面能量、各方面遇到的事情或心情很低落，你会觉得你没有那么需要这一个新朋友。那他原本一开始的 match 就也没什么力道，确实是认识了一个新关系，可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也许你们很 match， 也许你们能够在心灵上有在互相支持。其实你们两个如果能够很深入的谈天的话，其实你们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可是你们没有再往下多做，或是没有特别敏感到感觉到这件事情，那他就还是在一个平淡的状态下就往下走了。有可能会在很久以后的下一个新的见面或谈话才会发现说，原来你们这么 match， 可是那就已经浪费很长一段时间了。会有这样子的角度哈，他有说那个趋势就是很靠近你，但他没有说保证发生，他只能跟你说趋势已经在附近了。好，来，我再来帮你看2张牌，对于这件事情看看有没有什么提醒你们能做的哈。都是水能量哈，而且都是还不错的水能量7呢，我感觉一下，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类似爱情的幸福的幻觉。有可能会在做梦的时候梦到跟这个人有更要好的情况，可能平常一起相处的时候不会牵到手，或是不会抱在一起，可是在梦里会梦到。可是因为被介入于梦里，所以你会觉得说那只是做梦。可是其实那个就是你们内在的水能量的一个投射。哦，那你要好好的接收到这个讯息。好，然后今天虽然这组牌已经破梗了，讲到你会跟这个人未来成为恋人，然后如果你在明年认识这样子的人的话，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底，知道说啊，他该不会就是那个要成为恋人的人？是没错，你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你理解到了这一件事情跟牌面上的趋势正要让你们发生，往爱情的方向走。可是你会感觉到，可是一直都没有恋爱的感觉啊。他还是有一个分界哦，所以我才说，他到了那个要成为恋人的那一个阶段是很窄的，因为他会突然有一天两个人对齐了，都在同一个时间段，可能1个礼拜或2个礼拜，突然非常有爱情的感觉，然后你们两个就投入进去了，或是2个人突然就问或开口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对齐，只有那个很小段的时间会成为恋人。那如果没有，就是走到更好、更升华的关系而已了。好，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好，它是一个非常短。那其实我是觉得也没有不好了哈。那这里给的暗示是，当你在其他的意识，譬如说做梦的时候，你有感觉到这件事情，那就表示快接近那一个阶段了。所以要敏感的去感觉一下对方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讯息出来，然后要跟他做呼应，要去做回。可是这个真的是非常细、非常小的感觉哦。我必须还是要说，这个恋爱的感觉你没办法去叮咛自己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不是发自内心的去以恋爱的感觉喜欢这个人。即使你知道可能是这个人，你跟他会有那个恋爱的关系会创造出来。可是没有感觉，就不要去把他逼他出来，或是催促他跑出来，因为那不是你很内心、很真心的感受到了某种感动而跑出来的感觉。好，所以做梦很重要，做梦也很重要，因为它
那个时候是最接近的那个感觉，你会在醒来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像真的是那个感觉，你可以把它保留下来，可能就是只能从那一个角落或那一个角度跑出来而已。好，只能说啦，今天看这组这么，我只能说，牌面上虽然说，只要你们相遇，成为朋友，开始接触，互动的频率偏高之后，要创造出爱情能量，都会是顺的，也是饱满的。可是，这份关系要进入爱情的那一段落的路口，开得非常小，而且还需要对齐。好，所以我觉得得失心要放低一点，因为他至少好像终于在你的人生找到一个会倾听你说话的人。那他只会说是这一年的状况会这样，也许这一年的这一个状况，你们没办法在捕捉到那一个成为恋人那个段关系，也没关系。他可能成为更好的关系之后，你们两个会进入在更成熟、更新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也许那一份爱情的默契跟直觉，想要成为家人、想要成为伴的感觉，他会在另外一个阶段用一种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层次再去呈现一次。那个时候可能就也是另外一个在一起的机会哈，真的很难说。不是说人生你跟这个人定了是朋友，跟了手美就没有两个关系，没有，他会因为你们的故事有很多的峰回路转而做改变。但至少我是非常期望这个人出现在选择2号牌的生命里，因为我发现能找到倾听你说很多事情的人不容易啦。所以不需要很狭隘的要把这个人只框限在只成为恋人这个角度，好吗？好，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这就是你的明年的很重要的恋爱好运。那我们一起期待，我觉得牌还算不错，没有什么瑕疵，而且非常顺，水能量也非常饱满。基本上除了遇到这个恋人之外，你们本身的魅力在明年也会绽放出来。可是他的绽放好像都比较专注在这个新的关系的创造力。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期待。好，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到3号牌的朋友第3号牌，是这张好，那我们一样直接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2025年你的桃花好事。既然是桃花好事，所以我们都会讲一些比较好的部分啦来看一下。好，我们来一张一张来看看一下先从这里最尖锐的定义内在等一下，因为这组我觉得他应该因为他翻开来的讯息跟2号牌很像，然后一开始也是这个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在来年蛮重要的。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东西都跟你的桃花跟你的恋情有关系所以我说什么东西很重要，都是如果要去往那个恋情那个方向去发展，你要去开拓那人际关系很重要，那认识新的人很重要那找到跟自己想法、理念、价值观合适的人很重要。那为什么这一圈很重要？因为它包含了你稳固你原本的朋友圈，然后他们稳固起来之后会对你更加的理解，然后会知道会审核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能量会适合你，然后会介绍。那认识新的朋友圈、新的关系，这一点就是在扩张出去。可是别担心，因为你有本来的朋友圈去审核新的朋友圈，去看你会得到非常多的意见，然后你会从这2组不同的人马里面相处之后，你会开始知道谁会慢慢加入到你的世界。再来，这些桥梁、这些扩张出去之后，那一个会适合你的能量，或是不止一个适合你的能量，在靠近的时候就会找到路径进来了。这是选择3号牌来年很重要的一个方针啦你会说
要认识人，要找到恋爱关系，不是都应该要有这样子路径扩大朋友圈吗？没错啊。可是我时常告诉你们说，你们会忘记，或是做的不够多，或是觉得理所当然，或是觉得我这样子范围的朋友圈就足够了哦。所以你要扩张出去，去认识更多。那你也会说，那个适合你的能量，它本来适合，它本来预示上你会遇到它，它本来就会过来，你本来就会遇到嘛。那为何还要去扩张，还要去主动去打开这个朋友圈？主要还是什么？时间问题。你原本就可以靠自己做一些方法、一些事情，让这一件事情加速嘛。而且它没有什么坏处啊。你获得了新朋友，获得了新的经验，认识人的经验，交友变得比较丰富。你看到的世界、看到的视野，听别人的故事，得到的一些收获回馈也很多啊。这不只是单单要为了去得到一份恋情而做的事情，它有非常多重的好处了。那它有一件事情，很多人会忽略的，就是当你的朋友扩张，然后你慢慢的知道你所能交的朋友圈的层次会慢慢的提升。为何会慢慢的提升？因为你本身会提升，你交往的朋友也会跟着提升。就是说我觉得这点不用特别解释啦，我觉得你们都理解啦。一种自我的提升，你的朋友也会做一些更新、更替或换啦。你有时候会觉得还留在你身边当你的朋友的人，主要都还是因为你们现在的价值观跟你们自我提升的努力各方面，现在还在你身边的朋友是跟得上的啦。你们还是拥有共同的语言。那因为这样子的往上升你会遇到的人就会更好。所以才说这样子扩张这个朋友交际圈，在选择3号的朋友很重要，因为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你的提升啦。只是这一件事情在这边被拿出来，去更加的提醒你说，你可以再多做一些。记得它是你可以再多做一些。有的时候我都认为不是你们没得做，你们没法做，你们没能力去做。我通常都觉得你们忘记做了。你们有能力做，但你们常常忘记做了。会忘记主要就真的是因为太自然了，自然到觉得理所当然会出现可是通常都是我们要去敦促、催促多做一些，去推动他们啦，去推动他们让一些能量的流动去让它产生有一些连锁反应产生连锁反应。来，我们这张我们再往下看更多一点看他这一张牌扩张出去的能量到什么程度新的会认识新的领域的朋友，新的境界，你会有新的理解然后有一些人会给你完全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应该就是都是在爱情上面的了我们就先撇开其他的成长比如说人际关系的成长、心灵的成长、事业的成长、事业成长、世界观的成长，这个我们先撇开，我们就只讲爱情方面来年认识新朋友你会确实会看到一些很明确的新的视野新的视野，然后会有一些更高级的烦恼。所谓更高级的烦恼，就是你现在来讲，你可能觉得你没有能力去烦恼的一个程度的事情，明年可能会因为认识新的朋友，学会了，然后自我成长更多了，然后有一些比较更高阶的烦恼也会出现但还不错的是，其中你还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跟你对等的朋友，能力相同的朋友，然后大家会互相学习那这些东西都完善的时候，就不差就不缺，那一个可以跟你恋爱的好能量就会随之而来了。我相信人在交流做朋友的时候，通常大家会互相关心嘛，所以看到这个人单身很久的时候，多多少少你周边的人都会开始注意有没有适合你的人选所以结交
新的朋友或是原本的朋友一起提升这件事情，在明年很重要哈，因为它这里有打开领域的一个概念啦。只是要小心这个，我不能说小心的，要有点小小的注意，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烦恼、新的人际关系的烦恼，是你之前可能没有遇到的，它会比较复杂一点，它会比你原本已经会的或学习的会再复杂一些些，会复杂一些些。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大碍啦，它不会太难到什么程度哈。那而且似乎，我从这张魔术师牌在这里，我觉得他在讲说，来年你有蛮高的机会能显化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人的样子哈。可是，在我近期看的很多牌里面，我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虽然我时常提醒你们说，你们常常要试着用一种最近很流行的方式，就是跟宇宙许愿了。尤其是恋爱这个方向，在我们的频道很是核心重点的时候，你跟宇宙许愿你想要遇到的人，然后你想要的爱情的方式，然后我都会提醒你们说，你们要更具体，要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是什么样子的爱情，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爱情方式，什么样子的价值观。你在跟宇宙许愿的时候，你心里要越具体越好。那今天这题有说，你很有机会显化出那个你所期待的人。可是我这个说要分享我最近这几个月上来的一个心得，就是通常显化出来的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会有很高的几率，其实不是你心底需要的。你心底需要的，这无可厚非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那么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恋情，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大家都以为自己知道，可是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不太知道？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会回避自己内心的缺陷、缺失，回避自己内心需要被补足的、需要被互补的点，很容易忽略。我觉得很容易忽略哈。那这一点没有被看到、被看中的时候，你很难在许愿想要的那一个恋人的时候，会去这么的贴切的想出来什么样子的人是我们需要的，然后是完美互补我们的，很难啦。所以我会说，这个时候显化出来的人有很高的风险，是可能不是我们内在非常需要的人，但也不是说完全不是啦。有的时候，也就是因为这一个层面的未知性，让我们许愿了，期待了一个心里所期待的人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意外惊喜。你在这份相处之后，才会发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刚好这个人又很贴切。有的时候这一种内心的需要的觉醒，其实是这样子的人来把你们激发出来的啦，也有这个程度上的机会哈。所以它并不是完全封锁，它并不是一就是二的选择啦。那我还是很支持说，你们尽量去花多一点心思，具体的去思考。如果你现在可以跟宇宙许愿一个完美的人，你心里完美的人，你想要期待的人，你能具体的形容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这个蛮重要的。好，那虽然这样子去想，会有一点点让整个世界的可能性局限缩小，因为你设限了条件嘛，你想的很具体，所以它会缩小。但我们至少先让这个能量，先让这个心意意识传出去，帮助整个宇宙的能量帮你筛选，至少你心里知道你想要什么嘛。总比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等到真的接近了，你又不喜欢，就很像是问你说你要吃什么，你就说随便，结果来了发现你自己不喜欢，那你当初就应该要先想清楚你想要吃什么，差不多是这样子的道理。把范围缩小，精致化的去选。
精致化的去看，精致化的去体会哈，可以减少比较多的误差了。虽然整个格局各方面都会变小了哈，但有的时候我会说你要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等待新的人，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你要更具体的去想因人而异，然后两条路都蛮对的，两条路都蛮不错的哦。只是有的时候我都要着重一个重点是，你要确定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期待什么样子的人。好，这个我们先跳回来。总之呢，牌面上是说你有非常高的机会能够期待到你所期待的那个人的样子哈，尽量把这个人具体的想清楚，这一点还蛮重要的了哈。无论在任何角度，我觉得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件事情，需要练习，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哦，它不是马上的。而且它在每一个时间点，它会一直在更替，一直在换。你看了一个影集，听了朋友的故事，然后对照以前自己的爱情，会时常更替。更替无妨，但是你当下要能够具体说出来，具体想象出来你想要的爱情是什么。好，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也想得不清楚，那就换回来我刚说的，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有千变万化的人。每一次相处，每一次经验，就好好的体会一下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这样子哈，也算是一种这里所谓的认识人、人际关系的一种经验啦。好，不要太挑剔就好了。来，往下。这张牌，我先不以感情的方面说，我先以生活的方面说。近期或接下来，你所努力的东西，该要有收获了，而且是不会亏待你的收获。好，那以感情的角度要说的是，其实就是符合这两，我觉得这两张有一种大跳跃的符合，就是终于要来了，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了。可是这边有一个所谓的交换啦，你给予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这样。所以这边我要提醒的是，在那一个人出现前，你给予什么？给予好的你，你要准备一个好的你给予出去，然后那一个能量对等对齐的人，也会跟你在差不多的品质，然后选择好的时间会出去。所以现在你所要投资的、给予的，就是你个人的提升。除了去想象你将要遇到的人具体的形象之外，还有回头看看自己，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要给予那一个人，你一定能够再更好，就尽情的让自己变得更好下去。好，那这样子，等到那一个合适的能量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也已经够爱自己了，够满足自己了，够喜欢自己了。那你给出的能量，我相信都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到时跟你对齐的能量，当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尤其现在这里已经有头尾最近跟最远的能量都有明确的支持，说接下来要出现的人，确实非常非常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了。好，来，我们这里我们再翻3张来看一下。好，的确还是无法用等待的方式把它等待出来啦，要有一些主动性，要有一些作为，去创造一下新的空间。好，接着这里，生活要有一些进展，要有一些扩张，要有一些改变你现在的生活各方面哈。那
不用担心哈，你会自然而然的找到某一种生活面的方向。你想要交什么样的新朋友？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人适合成为你的新朋友？然后什么样子的人际关系圈，你知道怎么去？再来一年，你会突然就会蛮清楚的，而且内在会有新的想法、新的生命力、新的能量、新的展望这些的。所以到这里顺下去来说，我们先把爱情放在你对你自己的成长这一件事之后，或是第二顺位。首先，扩张朋友圈跟找到来年新的目标、新的方向，算是首要重要的事情。还有你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在来年也蛮重要的。它会相辅相成的，让你的人看起来会更有魅力。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对于你自己的照顾，更加的明确，更加的精致化。家里的生活用品呢，有一些东西可以更新、提升、进阶哈，比如说书桌啊、电脑啊，一些什么的生活用品的，或是有可能是旧的东西丢掉，换新的衣橱啊，买新的衣服这样子哈，就有一些更替，这更替换新，都对于你的整个能量都还蛮重要的。好，那这些它都把它归类在你对自己的投资啦。我觉得这张比较像是你对自己的投资，相对应的换来一个更适合你的人，品质会比你现在要遇到，或是的会更好。好，我不是说要来的这个能量，它其实有的时候它还没有确定是谁，可是他们比较确定什么样子能量的人比较契合你。所以当你一直不断的往上提升的时候，好的能量的筛选也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好，然后来我们来看这里。今天这种很有动力的牌哈，行动动力的牌，我觉得蛮多的，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想要走向未来的欲望。那它这个概念在这里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来年啊，在某方面来说，对于选3号牌的朋友，你对于自己个人的提升，好像会凌驾于期待爱情。也就是说，在某些能量上，你会更着重爱自己。3号牌的朋友很多这些，那它有一个反动是，当你越来越明确的爱自己的时候，在别人的眼里你是发光的，你会更加的明亮。所以要小小的提醒，来年你想追求什么？你想提升什么？你想多为自己做什么？这种想法，不要把它归类在自私，请把它归类在爱自己，因为它好像难得有在这么不错的一个能量状态下，你会突然知道怎么爱自己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哈。那目前看起来，各方能量都还蛮完善的。它完善的点在于说，没有什么缺口，好像你想做很多事情，在感受上、情绪上起伏都不会很大，而且都会蛮顺的哈。只是一定要觉得是什么方向，它在生活上啦。我觉得这边看起来是在生活上，你的生活品质会有比较大幅度的提升哈。那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你要满心欢喜的，因为自己的提升，因为自己的进步，好的练习后面会随之而来，要这样子想啊，要这样子想。牌面上也是这样说了，牌面上有一种很多元哈，很多方面的好事都会发生哦。那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最多就是因为你的进阶，所以烦恼也会进阶。也就是说，你要思考的东西难度有所提升而已啦，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哈。来，好，回到恋情哈，这里出现力量牌哈，这边偷偷说了一个东西，我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说，这个新恋人，
我不是说你来年只会有一次恋情，或是一次可能有认识喜欢的人的机会啊，不是只有一次啊。只是我们只要着重在他这边有说，可能非常有感的那一个人哈，他有很强的机会会带来一个跟你有所抗衡的能量跟个性。也就是说，他个性蛮强的，个性蛮强的。然后他也是经历过很多辛苦之后，对自己有某种结论跟心得。他也是知道要怎么开始善待自己的人。好，呃，所以我才会说，你自己这里的自我能量的提升，会影响你将遇到的人吗？好，所以我刚刚说你会在明年突然很明白，知道怎么爱自己，很清晰，很懂为自己买什么，整理什么。于是你要吸引到的人，这3张牌加这里都说是没错，这个要跟你抗衡的人要出现。那之所以抗衡，是因为你们会教学相长啦，你们会互相激励啦。哦，你们对彼此还蛮严格的，主要是因为你们对自己要求也挺高的哦。因为你们会享受到自我提升的那一种快感跟明确的收获感，所以对于新恋人明年出现的时候，你们会有不同阶段的要求。他这个反射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开始提高了，可是同样的，对方也是这样子的人，只是在这里的互动上，它并不是一种开口想要你做什么，为自己做什么，不是这种东西，而是基于他对自己的要求挺高的，基于你对你自己要求挺高的，所以当你们2个看对眼的时候，应该都是经过非常严厉的审核之后，确定这个人可以跟自己在一起。你记得我的用语哦，确定这个人可以跟我在一起，所以核心是什么？是你们自己，所以我才说你们会很抗衡。哦，这里的牌非常强力。那你们认识一开始，我似乎没有很明确得到一个很强的讯息，说你们认识一开始就会有一触即发的很强烈的感情感觉。这边没有这个讯息，但我可以翻看看。我现在翻2张来看你们初见面的时候的情况。朋友，对，你们会以一种非常能聊的角度的情况出发，所以一开始就是很有话聊的朋友，这个状况很明确，因为你们一开始会话很投机，主要是因为你们的价值观很接近啦。就像我刚前面说的，你们对自我的要求或各方面这样。这里甚至偷偷透露，你们的星座也有可能是合的。哦，你们的星座应该蛮合的，不太像是互相碰撞的那种星座哈。那星座就不聊了，我要讲的是说，你们在遇到彼此之前，你们会有一段时间突然很确定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想要往哪里走，然后等到你们遇见的时候，这一件事情会变成你们核心很重要的话题，无论是旅游啊、生活啊、事业啊，你们好像在这个点对齐了，所以你们的话题都很契合，契合到很就我觉得你们刚好现在都走到差不多的层次，而且这边也有一点点年纪还蛮相仿的啦，然后你们之间的默契会一开始会先处在一些有生活里面的乐趣里、娱乐里，好，
我有觉得你们连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品味也都蛮接近的。然后刚好来年想去的国家、想去旅游的地方也很接近哈。呃，必须说，因为隐士牌的出现，加上这些土能量，我觉得你们初期做朋友的时间会有一阵子哈。我本来想说不短，但是我觉得那又太长了。我觉得会有一阵子，你们会很像找到一个什么都能聊的新朋友，呃，甚至还会觉得这个人的感觉很像是你事业上的伙伴，非常有默契的，你们会有一个 team 的感觉。主要还是因为水能量、爱情的能量，我觉得落在了用来把你们两个连接的很紧密的点。我觉得他没有落在去创造一开始就有一见钟情，或是立刻感受到恋情的这个角度。又尤其，我觉得这整组牌的扎根的土能量很强，这里代表的是说，当你们认识开始之后，这份关系就很难离得很远。只是之间的水能量已经全力用来把你们两个绑在一起，哦，在心灵上啊、默契上把它绑在一起。那爱情的能量，我觉得，在我刚刚这样子看下来，我觉得它确实，它需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水能量，在你们相处之后，要等到新的水能量出来之后，才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走向啦，会有新的走向。不然，这个做朋友，这个应该说很好的朋友这件事情，会有一阵子，而且感觉还不错哦。来看一下，找找水能量哈，来看一下这3张牌，帮我们找找水能量，现在去哪？你们之间要成为恋人的那一份水能量，还是没有哈？有了，可是节制牌出了啦，哦，有了，可是时间还是要再等待，因为这3张牌整个路径在讲说，是有啊，是有，你们恋爱的成分本来就有嘛，不然不会让你们相遇嘛。可是他前面这一个路径，他要花时间去寻找你们两个对爱情的共识，他需要有一个爆点，他需要有一个浪漫的爆点，然后他有一段路径还要走。那先调和你们两个人的默契，比找到爱情重要。好、你们已经很合适了，我觉得你们两个这里看出来有蛮高的同步率，你们的同步率已经蛮高的了。只是爱情这个点，甚至这边有偷偷说你们什么都聊，无话不谈，什么都聊天聊地聊什么，可是就不聊感情。所以这边说你们之间的那一个情感的连接，一直没有转向去成为恋人的这个方向。可是你们的关系很好，你们很重视彼此，很在乎这个人，这个新朋友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的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模样，很在乎，很有感觉，很舒服。可是他不是说他不会转向恋人，而是这3张牌加上这里，他这个时序时间感拖得蛮久的。所以我想，来年遇到这个人，只是一个开端。你们相处有一种越来越稳定，可是亲密度却没有等比的提升，亲密度的成长比较慢。而且我用这3张牌来讲，你们两个人的情感水能量在哪里的时候，就给我这3张牌，再告诉我说，
我用最简化的方式就是说，需要花时间找到，需要花时间找到。所以这段关系可能在来年急不起来，但是你可以注意一下了，你确实会有一个非常无话不谈的新朋友，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听见，很有默契，很有类似的语言模组的人会出现在来年里。我现在讲的只是这一条线，并不是说只有这一条线，然后没有其他的爱情。通常我会说，这边在这份关系上有在往后延，你们会成为恋人的时间往后延，就表示应该要让你们成为恋人的时候，能量的品质有被要求在更高级、更好的时刻，才让你们有爱情的能量。我们也必须去接受说，前面这一份相处啦，应该是为了什么好、更好的事情在做准备。好，所以就不要太苛求，或是太推动说，或是太尝试说两个人，或是你已经察觉到是这个人，然后你就试着说要不要交往，要不要交往看看这样。我觉得从这组牌，它有一个很高的稳定性，所以在这个稳定上面，帮你决定现在还没有要找到爱情发生的点。我相信会有一些我们还很难理解的理由，所以我们就要顺着它去走，不要把它突破。那它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说，这一条线只是还没有发生，它不代表你来年就没有其他的可能爱情要发生的，或是没有别的任何追求者，也是会有啦，只是可能没有像这一组这么有明确的感觉。那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翻牌，所以会觉得这一个新的关系就是接下来的新恋人。这里也没有说不是，只是以来年的桃花好事来讲，这一件好事，目前是定位在这个人出现，这个好的新关系出现。好，当然，他也有走向爱情的能量，这边有了，因为你们的连结一开始就是以很高度的浪漫、很高度的爱情这个角度去连接到你们的，他不会后来阻止你们成为恋人，但是仍然有一些机会，会因为这个朋友关系突然变得更好了，于是于跳过了成为恋人那个阶段，因为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就跳过了、略过了恋人这阶段，成为像家人一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再成为恋人，感觉有一点点觉得，我们已经够好啦，有需要好到要以恋人的方式在一起吗？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左边、右边的选择啦，还有一些路径上的变化哦。那这些我觉得以今天这组牌来讲，我觉得担心的太早，因为他现在更多的是希望你好好体会这一份新的朋友、新的关系、新的紧密的关系的出现。哦，这个更加重要哦，在今天这里。好，来我看一下，还有别的位置可以翻，我看一下。来我看一下另外的哦。好，先看这3张，我等一下再翻。我没有特别问他要看什么了，就翻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这边说要进入爱情前，需要有一个非常严格、严厉、慎重的情感确定。好，他好像不会突然的，你们两个就爱上了彼此，不会。他有一个审核路径，也就是说，当你们两个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感情越来越紧密的时候，你们两个会思考到你们的关系是不是有机会成为恋人，会变成这个比较理智的状况哦。好，那在这一个认识交往过程中，其实你们多少隐隐约约都有感觉到这一件事情啦。
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做朋友，这段时间你们都是回避这个想法的，会多多少少会想到说，你们这么要好，成为恋人可以吗？会有这样子的提问在心里哈。可是通常有这感觉的时候都会回避，所以在初期或是前面好一段时间，你们都不会刻意去聊这个。好，这边其实讲的更坦白，三张牌讲的更坦白，就是他这边解释是就是心房心境要再更开阔一点啦。哦，要再去试着找到各种的可能性啦，不要被你们眼前已经定义成朋友这件事情拘束下来。可是这一份觉醒不容易，在你们之间理所当然的发生。以这张牌来说，我觉得这里设了一个非常难度比较高的一个关卡。这关卡讲的是说，它会有一个阶段，让你们两个突然想要确定是否成为恋人的可行性有多少，是非常理智的确定。哦，可是要走到这个位置，前面确实要累积你们两个的默契到一定的程度，还有两个人相处的很多丰富的经验，这样子算是把浪漫的东西用非常严格的审核方式去确定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你们的爱情发生的会慢一点，发生的会慢一点。再仔细看一下别的。好，然后这边有偷偷说，即使你们两个没有确定恋人的关系，可是其实在别人眼里，你们看起来就像。好，那这里也有说，以能量的角度来说，比较支持你们慢慢的体会、感受、接纳、认识到，其实你们是要在一起的。而这一个时间点是需要很认真的去思考，然后确定才在一起。这件事情也是被支持的，好像比较适用在你们两个人。好，那只是说从前面一直翻到这里，它确实是没有一个突然发生了什么爆点，让你们两个就突然爱上对方，其实是没有。这里充满了很高度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性是你们这份关系必要的成分啊，最底下的。所以这里有点不容许有任何随机的情绪状况跑出来，所以也会变成说，你们会一直处在一种很要好，可是却没有要去确定关系的关系里面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也会渐渐的就习惯了，就渐渐的习惯这样。即便周遭有人提醒你们，或是询问你们，开玩笑的问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在一起，即便有，你们也不会被受到干扰，也不为所动。好像这个题目无关紧要，在你们的关系里，你们那关系里好像还有更大的东西在维持住你们的关系。这边有非常多的牌都在说，当你们遇见之后，需要有一点耐心，等待成为恋人的那一个时刻，因为前面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这事情关乎于维持你们两个的关系一直这样平稳的走下去，很重要的一段过程。而这段过程应该会发生蛮多事情来巩固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连结啦。
连接。那这边有说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当你们开始意识到，其实你们可以成为恋人，而你们也开始成为恋人之后，记得你们的相处方式会完全变哦。相处方式、感觉、看对方，其实会完全变。有些人是确定关系之后，整个方式或感觉其实都还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只是多了一个确定关系，只多了一个头衔啦。也许可以这样讲。可是你们这一组一旦确定关系之后，就会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来到了一个新的相处方式。我得到的第一个讯息是很有机会，连情绪都会有所变化。要记得我刚刚前面说的，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你们对彼此的要求也很高，审核这方面。所以等到你们这份关系确定之后，应该啦，两个人会对于彼此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面会变得更加的敏感，也就是会互相管东管西啦。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哈，因为这一件事情会让你们突然觉得进入到了，有人进入了你们的世界里哦。但是请放心，你们两个人的协调度非常高哦，内在各方面能量也很对齐，然后无论是有一些小争吵、小别扭，或是小意见不合，你们终究内心都有一种默契，知道说这不会击溃你们的友好关系，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组牌其实跟2号牌蛮接近的，你也可以，如果你这听完觉得听不过，你就听看看2号牌，讲的东西有点类似哈。这组牌前面给了这么高度的稳定，而且还有一点点强迫，需要慢慢走这个概念。我觉得主要是为了未来你们两个确定关系之后的那个高度敏感，而奠定一个非常强而稳定的基础。所以我刚刚一直说，这组牌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土能量在做一个基底。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在你们成为恋人之前的一种累积跟练习，让你们知道彼此很深刻、很熟悉的东西，学习习惯那个很熟悉的东西，直到未来你们两个人合为一，成为一个单位之后，对自己的要求都会用在爱情上面的时候，情绪上的东西就要化解掉，然后专注的敦促两个人的进步，跟一起成长。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后面的。哦，但是我觉得在来年的阶段，就是你们会以一种好像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的角度去相处啦。好，我再看一下，要知道哈，你们以朋友的方式相处的时候，会比较玩乐型，会比较像是玩在一起的朋友。虽然关系很好，可是并不会以恋人的方式来要求彼此，是不会。记得那一个转捩点，当你们却变成恋人的时候，那就是真扎扎实实或真假是恋人关系的时候，你们的敏感度就会放大很多哦，会有一点措手不及的，好像两个人对于爱情的要求都突然变高了。但是我觉得你们能大而化之啦。我觉得初期会比较敏感一点，后面应该因为毕竟你们是土能量做基底，我觉得后面应该很快就会大而化之到比较稳定的阶段了。我是不太担心后面的发展了，我只是觉得这组选择3号牌的朋友，你们有很高的智能智力，都用在要求一份关系的品质哦。那基于这点，我是可以帮你们翻3张牌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言跟建议，让你们去思考一下，未来可能要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还有在爱情上的这个敏感度，要求自己，要求对方很多东西，来做未来两个人在一起做准备的一些建言啦。可是我觉得他可能
要10几个月之后才会到那个阶段。前面你们会蛮喜欢在一种很像恋人却又只是好朋友的关系里面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你们还蛮喜欢这个状态的，所以他也有可能有一个感觉是没有需要。他这边有一个讯息，比较像是说你们会有一种默契，是没有需要这么快确定关系啦，也有可能是这个角度啦，你们有一个这个默契哦。来，我来看一下，对于这件整个有什么建议哦？或者说圣杯骑士出了好几次哈，你们势必要成为恋人的啦哦，也有可能在说不用拖很久了，你们终究是要成为恋人的了。而且，其实这一份感情还蛮刻骨铭心的啦，会让你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有点像啦，对自己的要求有点太高了，所以敏感度也开到很大哦。对于两个人相处里面那个敏感度有点开到太大了，所以这边有一点建言，就是说不要那么仔细，但也有可能在说不要那么挑剔哦。然后要换一个角度，你们彼此是期待很久的，能很深刻理解自己的人，期待很久的人出现了，但是也因为很理解彼此，所以很容易触动那一个敏感的神经，跟刻意去踩地雷，要挑战彼此的能耐。因为太理解你们两个，你们慢慢会发现你们非常理解彼此，因为太理解彼此对方，所以也知道如何化解。所以你们彼此的关系，在某方面来说，我刚刚一开始说你们有一种对抗状态嘛，我觉得你们喜欢挑战彼此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把它归类在算是你们的一种相处的浪漫了。因为骑士牌本身就有这种横冲直撞的开拓性质、冲刺性质，可是它处在水能量，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归类在你们两个这股能量的对撞，而且你们还蛮坚持己见的，还蛮好辩的，还蛮想说服对方的。尤其进入爱情之后，这些能量都会强大起来。那记得，你可以把它归类在这是你们两个人相处浪漫跟调剂两个人关系的一件事情，可以了。哦，这边牌面上有支持，然后即便有很多小别扭、小纷争，你们在做朋友还没进入恋情前就已经会有了哦，因为你们两个个性就已经非常强，可是你们两个又能够说服彼此哦。总之啦，这边有一种能量把你们两个捆在一起，你们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斩断了这份关系，不会，因为水能量真的很强，两个人情感能量的联系，每日的一直在增强，你们会越来越难或割舍这个人不在自己的世界里，或消失一段时间，不会，你们彼此都会努力的把两个人一直拉在自己的世界里。哦，我讲的这个不是只是进到恋情里哦，你们做朋友的时候就会在有一种非常底层的一种直觉，就是要这样。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我越来越看懂这里给的这3张牌，为何这里再到这里，为什么会觉得说不要一开始就成为恋人或什么？因为你们两个要花一段时间建立出你们两个自己的故事先啦。哦，他要让这个紧密连结很稳固了，再让你们进入到爱情里。因为我刚刚说，你们这组进入爱情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敏感跟要求都会放大，你们会有一点点误会，把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也用在对对方的要求。为何会产生这种误会？因为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都有共识，是两个人会成为一体，会成为一个单位，就变成你们会变成是我们，而不是你跟我。当变成我们的时候，你们两个都会把对自己的要求
在一种迷茫迷雾之中，变成对我们的要求，也会变成对他的要求，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你做得到的东西，对方没有办法做到跟你一样完美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不够好。可是其实你忽略了一件事情是，你们本来就不一样。他能做到100的，你也不一定能做到最好。所以要在这个你来我往之中，这边要说的是，你不如把它看成是你们两个相处里面的一种浪漫的情调了。然后在理智面的各方面来说，即便这样子换来换去，你们还是有一种平衡在。只是这份平衡一直都是在满满的水能量上面去做到。你想象一个样子，你们两个是在平衡木上面或是跷跷板上面能够达到完美平衡的人，可惜你们的关系时常不小心就把这个平衡木或跷跷板放在水面上，那水面上会有一些浪花，所以它就会这样浮浮动动，所以你们要花很多时间去保持平衡，有时候有高有低，有时候有高有低。主要是因为很多水能量都落在所谓理智判断理智的位置，它就变成是一种挑战。我把它诠释成，它就变成是一种你们的彼此的好辩、彼此的小纷争、彼此的小别扭、彼此的小沟通的那一种对撞，我把它当成就是你们的一种浪漫啦。在外人来讲，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争吵，可是其实就是你们调剂身心的一种小浪漫。你们就是那种情绪很高涨、越吵越相爱的那一组人啦。但我必须要再拉回来一点，你们其实不算情绪化的人，只是你们时常把对彼此关系的要求用一种比较像情绪的方式表达。好，那你会说，可是明明有很多土能量啊，可是那个土能量是你们前期做朋友的时候累积下来的一种资源、一种本钱，才让你们后来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可以去包容或是负荷你们这么多敏感的放大，所以才说为什么前面才说要进入爱情，前面这段时间要弄得比较长，是有原因的哈，是为了你们后来要在一起做准备的哈。好，那我们回到就只讲明年。明年你真这个人，我觉得要进入恋情的速度不快，他来年更多的机会是你们要累积你们的相处，创造你们的朋友这一个阶段的故事比较重要。那前面也说，你们两个会互相扶持、互相激励，会开创更多的新的视野、新的方向、新的自己。然后，在你们两个越来越理解怎么爱自己的时候，你们就这样子两个会不断的成长，会慢慢的成长。那成为恋人这个，坦白说，这里的牌讲得很清楚，要成为恋人前，有蛮高难度的审核，能量上的审核，要非常确定可以成为恋人的时候才会成为恋人了。主要还是在于那个稳定性，他好像被要求的非常高，要非常稳定，这份关系要非常稳定的时候才会进入恋人哈。而且这份进入恋人是一种达成协议的状态，他不是突然爆开来成为恋人的，这组不像。好，那3号牌大致是这样了哈，你可以期待一下啦。明年应该会有一个跟你话很投机的人会出现，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了。我觉得不要要求太多，我们先来创造这份好关系优先哈。好，那就这样哈。那选择3号牌的朋友，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了哈。但我还是要先留一点说不是只有这一条线哦，只是这一条线今天翻出来讲的非常明确而已，不是只有这一条线。我的意思说，你跟其他人或是其他追求者、其他跟你表达好感的人也有，只是这一条特别强哦，这一条的远见、远方可看到的未来性比较强哦，所以他这边会翻出来。好，那就这样哈，我们就好好体会吧哈。谢谢你来听了哈，祝福你。